视线在两人身上来回打转的海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接了句话就去领证结婚。反正你都叫他老公了，不如就做实夫妻关系结婚。战维和蓝若若都看向了海童，两个人的表情此刻那是如出一辙，都震惊地看着海童。很快两个人又看向了对方。看什么看？蓝若若没好气地说他。战维不甘示弱，你不看我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看什么看？你有什么好看的？老姑婆一个。我老姑婆？姐还年轻得很，倒是你30好几的老男人了。海童又说句，老男人配老姑婆正好。两个人又一起看向海童。战维无奈的道，大嫂，不要再拿我和他开玩笑，我娶谁都不会娶她，说的我想嫁给你似的，我就是当一辈子的老姑婆也不嫁你。海童扑哧的笑，他想说的是，说过这样的话的人最后都被打脸了。当初他家战印还不是嘴硬得很，说什么他从来不知道醋的滋味，后面总是乱吃飞醋，吃张念生的醋最多了。不过也证明了那个男人直觉很准，他和张念生认识了那么多年，都不知道张念生竟然喜欢他这个姐姐。后来知道了，他就赶紧和张念生保持距离。如今张念生早就娶妻生子，小日子过得也很幸福的。张念生结婚后，战印才不再把他当成情敌。蓝小姐是吧？我是战维的大嫂，这2个孩子是我的，也就是战维的侄儿女，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。蓝小姐既然来了，要不坐下来一起喝杯咖啡？生意上有竞争很正常，不谈生意其实也可以交交朋友的。像他家男人和大表哥做了多年亲戚了，在生意场上依旧如初，并没有因为他的关系就深度合作，偶尔会有一些小项目能够合作的就会合作。不谈生意的时候，战印见到伤无痕，就是表哥长表哥甜的，叫表哥不知道叫得多亲热呢。大嫂，他打了我一巴掌呢，我的脸现在红红肿肿的，痛死了。战维小声嘀咕。大嫂不帮他讨公道，还邀请蓝若若坐下喝咖啡，这胳膊往外拐了呀。海童的好态度让蓝若若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她缓和了态度，对海童说道，谢谢，我就不喝咖啡了，对着战维我也喝不下去，看到他我都饱了。战维说道，那你要天天看着我，那样你就不会饿，不用吃饭，可以休闲。蓝若若气结，蓝若若，你故意毁我名声，让大家以为我是个出轨渣男，还借机打了我，你不该向我道歉吗？蓝若若深吸几口气说道，行，我向你道歉，为我打你那一巴掌道歉，再多的就别想了，你抢了我的生意，这笔账还要算的。有什么好算的？真要算的话，以往你抢我生意抢的更多呢，我跟你算账了吗？蓝大小姐就这般小心眼，也够双标的。你抢我的生意就可以，我抢你的生意就不行。蓝若若张张嘴，却无法反驳他。战维刚接管公司的时候，蓝若若察觉到战维的公司会有起来的迹象，就想提前将他的公司扼杀在摇篮里，没少针对他，抢他的生意，撬走他的客户。被他那样打压针对，战维依旧带领着公司走出来了。这个男人是有真本事的，也怪不得战维的老板愿意将公司的一半股份转让给战维。没有战维就没有他们公司的今天吗？公司战维也有股份的话，他会更加用心经营管理公司，老板就算只拿一半的股份，却是什么都不用管就能分到那么多钱。蓝若若觉得战维的老板是个实做的，格局大。蓝小姐把我的脸都打肿了，我是可以报警处理的，去医院验伤，能让你赔我医药费。下巴轻轻只说一句对不起，就想这样过去。战维可不打算就这样放过蓝若若。蓝若若不说话了，战维的确可以那样对她。半晌，蓝若若终于软下来，她说道，我让人拿点冰块过来，让你敷脸消肿。
说着就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他的秘书，让秘书给他弄包冰袋过来。秘书问他要冰袋做什么，他让秘书不用问原因，给他安排便是。吩咐了秘书后，他又对咖啡厅里所有人说道：大家不要误会，这个男人不是我的老公，我跟他只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因为我输给了他，心里有气。看到他请他大嫂喝咖啡，我故意那样喊叫，坏他的名声，更是趁机赏他一耳光。是我错了，我向战先生郑重的道歉，也解释清楚，大家不用误会战先生是渣男了，他实际上未婚，连女朋友都没有的。刚刚真的对不起，打扰到大家了。蓝若若向大家道个歉，又郑重地向战维道歉。战维，我让秘书给我送冰袋过来，等冰袋送过来了，你用冰袋敷脸，很快就消肿的。说完，他歉意地朝海童点点头，扭身就想走。站住！战维叫住他。蓝若若，你看看我被打的脸，红红肿肿的，你就送来冰袋可以了。蓝若若转身看着他，问道：你还想怎么样？敢得寸进尺的话，看他怎么收拾他。你打肿的，当然要你消肿，冰袋送来了，你要亲自帮我敷脸，直到我的脸消了肿才行。蓝若若，战维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他说的很小声，海童还是听见了，觉得他说的咬牙切齿的。谁叫你打肿我的脸，打肿了我的脸，自然要帮我消肿。要不我还是报警处理吧，让大家都知道蓝家大小姐有多的嚣张无礼，保证能让你成为明天的头版头条。蓝小姐这是输不起的表现，传出去，我看谁还敢和蓝小姐谈生意。他忽然后悔抽了她一耳光，让自己现在骑虎难下的。当然不能让战维报警处理，那样会影响到他的名声。他的名声倒是其次的，就怕因为他的身份影响了蓝氏集团。深吸几口气，蓝若若说道：是我的错，我在这里等到我的秘书送来冰块，然后我亲自帮战总的脸敷冰块，直到消了肿为止。战维示意他坐下来，蓝若若无奈地坐下。没有在插话的海童一直看着，看得津津有味的，就是两个孩子也在看。贝贝还小，不懂，战牧尘也不懂，不过他知道七叔赢了。这个漂亮阿姨长得是漂亮，可是太凶了，还打七叔。战牧尘决定不喜欢这个漂亮阿姨。爸爸说的，看人不要看表面，很多阿姨有着漂亮的外表，却有着狠毒的心肠。叫他长大后娶老婆，不能只看表面，人品才是最重要的。战牧尘知道娶老婆是什么意思，就像爸爸娶妈妈一样的，但他不是距离可以娶老婆还远着吗？爸爸说的，他最快也要28、9岁才能娶老婆，他今年才6岁呢，还要20几年才能娶他的老婆。爸爸又总是说他霸占了爸爸的老婆，叫他离妈妈远一点，因为妈妈是爸爸的老婆。可妈妈是他的妈妈呀，又不是爸爸的妈妈，他干嘛要离妈妈远一点？懒得搭理爸爸，爸爸就是嫉妒他生的可爱，人见人爱的。爸爸偏心妹妹，最疼爱妹妹，他是知道的。对他只会要求他学写多少字，学多少数，练琴练功夫，看到他都是板着脸的。妈妈都说爸爸在他面前整天板着一张脸，好像欠钱不还似的。不过他也很喜欢妹妹，最爱的也是妹妹了。七叔，战牧尘叫了七叔一声。战维摸了摸他的头，温和地道：七叔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度量大，不跟这位阿姨一般见识，只要他道歉了，七叔就原谅他了。宝宝心疼七叔，七叔的脸都肿了。战牧尘瞪向蓝若若，说他：阿姨，你为什么要动手打我七叔？我爸爸说，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动手打人，不过忍无可忍时，可以出手教训一下。这句话，小家伙很懂事的没有说出来。蓝若若，那个小朋友，这是我们大人的事，你别问那么多哈。我跟你七叔，可以说是敌人，对待敌人，谁会心慈手软？这个战牧尘懂。
不管是太奶奶还是爸妈，都教过他的。对敌人心软就会害了自己。我七叔怎么你了？小家伙追问，你和我七叔不能和姐做朋友吗？在幼儿园里，小朋友们闹矛盾了，老师都是叫他们握握手，就是和解了，以后还是朋友。蓝若若看向战维，战维也看他两眼，然后拿了一块点心放到战牧尘的面前，说道：宝宝，吃你的点心。七叔和你兰姨的事，你不懂也别问太多。战牧尘哦了一声，果真不再问下去，乖巧地吃他的点心。抱抱，抱抱。小贝贝忽然站起来，海童和战维都担心他会摔倒，忙伸手要去扶他，他却朝蓝若若伸出双手，要蓝若若抱他。海童笑着缩回了手，对蓝若若说道：蓝小姐，看来我女儿挺喜欢你的，初次见你都要你抱。平时这丫头很挑剔，一般人都抱不到她，家里人随便抱，外面的人想抱一抱，小丫头马上就扁嘴。第一次见蓝若若，蓝若若和战维还闹得那般不愉快，贝贝竟然还要她抱，海童就觉得很意外。战维抱起了侄女，小丫头还是朝蓝若若伸出手要抱抱。蓝若若起身探过身子，从战维手里抱过了贝贝，对海童说道：战维大嫂，你女儿真的好可爱，五官生得很精致，浴血可爱的，一见就让人喜欢。蓝小姐，我叫海童，你可以叫我童姐。蓝若若对海童母子三人都很有好感。战维那么讨厌的人，他的家人比他好相处多了。蓝若若逗着贝贝，小丫头很给力，冲她笑。童姐，你女儿笑起来更加的漂亮可爱，我好喜欢她呀。贝贝的笑软化了蓝若若的一颗心，她忍不住在贝贝的小脸上亲了一口。这个孩子太会长，长得好可爱，她是真的很喜欢。贝贝也回亲她一下，羡慕的战维直抱怨：贝贝，我是你七叔呢，这么久没有见七叔，见着七叔了也不见你亲七叔一下。蓝若若身上有什么地方值得贝贝喜欢的？贝贝不仅要她抱，还亲她。童姐，这孩子叫贝贝。蓝若若让贝贝坐在她的怀里，看到贝贝就让人很想生个闺女。蓝若若想，她以后若能有这么可爱的闺女，生10个都不嫌多。小名贝贝，大名占西，是稀有的宝贝。我老公家里几代都没有女儿，我生了贝贝，他就成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宝贝了。名字也很好听呀，贝贝。心里却嘀咕，原来占维家里是阳盛阴衰啊，几代人都没有女儿，怪不得他那么疼爱贝贝。不过有这么可爱的一个侄女，占维会疼如亲生一点都不奇怪。他是初见贝贝都很喜欢这个小丫头呢。童姐带2个孩子过来是旅游吗？阳城是旅游城市，蓝贝贝猜测海童是带孩子过来玩的，恰好又放暑假了。战维在这里上班，混得还很好，他的亲人要是过来旅游，会找到战维很正常。趁我工作不忙，宝宝又放暑假了，就带2个孩子出来玩一玩。早就想来阳城的了，凑巧战维在这里工作，我们就来了阳城。海童跟蓝若若聊得挺投机的，蓝若若跟战维针锋相对，那也只是针对他个人，不会迁怒到他的家人身上。特别是2个孩子那么可爱，蓝若若都舍不得迁怒到战维的家人身上。阳城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也有很多好吃的。童姐要是不知道去哪里，我可以给童姐安排一个免费的导游。战维说道：不用你好心了，我大嫂过来游玩，我会陪着我大嫂到处玩玩，也能陪陪我2个侄儿女。蓝若若说你在阳城5、6年，去过多少个景区？你对阳城有我熟悉吗？她是土生土长的阳城人，蓝家在阳城扎根了10几代人的了。阳城那些偏僻的地方，蓝若若都熟悉，不是战维这个外地来的人可以相比的。